20年了，当年国宴上，我用这把刀切的菊花豆腐，外宾起立鼓掌。现在这双手只配刷马桶、拖地板。50岁了，小兰，生日快乐！妈，乐乐都摔了，你人呢？这地拖的都能溜冰了。我来收，乐乐别动，会扎到脚。一天到晚就知道躲房间里，我每个月给你生活费，是让你来当老佛爷的。婷婷，地我刚拖完，刚拖完，乐乐能滑倒，你是不是存心的？这是什么破玩意儿？乐乐，那是姥姥的。你哪来的钱买蛋糕？今天我生日，就买了个5块钱的。5块钱？我跟建国房贷1个月2万，乐乐的国际班1节课500，你还有闲钱买这种没用的东西？婷婷，这是我自己省下来的。省下来的就是我给多了，下个月生活费减300。一把年纪了，还学小姑娘过生日，也不看看家里什么情况。没用的东西，看见没？弄脏了还得你来收拾，赶紧擦干净，别耽误明天上班。当年我一把刀能镇住整个后厨，现在连5块钱的蛋糕都保不住。妈，您慢点，地滑。哟，亲家母还在忙呢，这地擦的都能照出人影了。亲家母来了，快坐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说一声。快坐，快坐。建国，赶紧给妈倒杯热茶。还不是你电话里说给我准备了惊喜，什么好东西，这么神神秘秘的？妈，您看，这是我跑了好几家金店才给您挑的，足金的，5万块！祝您天天开心！妈，我求你了，房贷再不还，银行要收房子了。你那3万块退休金先借我，等建国年底发奖金就还你。妈，那是乐乐的家呀，你忍心看乐乐没地方住吗？拿去吧，妈就这些了。行，妈，我记着呢。婷婷，那镯子5万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你上个月不是说房贷还不上了，还找我拿了3万块养老钱吗？哎，亲家母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婷婷孝顺我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呀。再说，婷婷的钱是建国给的，我们家建国能赚钱，花点怎么了？你别多心，那3万我还了房贷，这5万是我自己攒的钱，这有冲突吗？妈，你能不能别把钱算得这么清楚，多难看！我只问你，那3万块是不是拿去贴钱买了这个镯子？你非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再说了，你吃我的，住我的，我每个月给你生活费，你那3万块钱，我早晚会还你。你至于在我婆婆面前这么逼我吗？我的钱变成了她婆婆手上的金镯子，我的生日蛋糕被踩成了泥，在这个家里，我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妈，婷婷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好，您别往心里去，喝口茶消消气。走走走。
婷婷，明天陪妈再去做个头发。上次那个托尼老师说我气质好，像40出头的。好嘞，妈，回头我再给您办张美容卡，就得全身都配得上您这气质。妈，你干什么？我不干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这个家的保姆我不当了，饭我不做了，地我不拖了，孩子我也不带了。你闹什么脾气？当着我婆婆的面摔脸子，你让我怎么做人？你的面子，我给你3万块养老钱，你说还不上了房贷，转头你给你婆婆买5万的镯子。今天我生日，5块钱的蛋糕被踩在地上，没有一个人记得。李婷，我是你妈，不是你家的抹布。哎，亲家母，婷婷孝顺我，你应该高兴。为这点钱，亲家母，我跟我女儿说话，您听着就行。妈，你怎么跟我婆婆说话的？我怎么说话的？你又是怎么跟我说话的？你吃我的，住我的，我3万块退休金1分不剩全给了你，在这个家我没花过你1分钱，你倒好，还找借口扣我300生活费。妈，消消气儿，婷婷也是压力大，您别往心里去。建国，你少在这儿当好人，每次你老婆欺负我，你就躲一边装聋作哑，等我忍了，你再出来说句漂亮话。你当我50岁活得眼瞎心白吗？行了，你非要闹得大家难看是吧？回你房间冷静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行啊，发完疯了，还真要离家出走。林秀兰，你都50岁了，能不能别跟小孩子一样赌气？你能去哪儿？你有钱吗？你有地方住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走出这个门，不出3天就得灰溜溜的回来求我。姥姥，你要走，你走了谁给我做饭？谁给我洗衣服？乐乐，这是姥姥的东西。啊！姥姥推我！你疯了！你连孩子都推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没推他。行了，你爱走就走，我倒要看看没了我们你能折腾几天。这个家没你照样转。妈妈带你找奶奶去，让她一个人在这发疯。 50岁，没钱，没家，但从今天开始，我林秀兰只为自己活。老板，锅借我用一下，给你2块钱。大姐，我要收摊了10分钟。那你快点。大姐，你这刀是正经厨子。我颠了30年勺，没见过这么颠的，这手艺。一个做饭的，20年没碰灶台，还好手没废。顾总，您已经3天没进食了，米其林餐厅那边又准备了新的菜单，闻着都恶心。可是医生说您的胃再这样下去，闭嘴！什么味道？就是些街边摊的油烟味儿。不会吧？上周空运的蓝鳍金枪鱼，他看一眼就让人倒了，现在盯着一盘路边摊的蛋炒饭咽口水。顾总，路边摊卫生，站住！这盘饭开个价，不卖，就这一盘，我自个儿吃的。再做一盘，1万。你有病就去看医生，别在这儿发疯。2万。看你这脸色，胃病很严重吧？多久没好好吃饭了？3天。他坐下了，在路边摊做了个塑料凳子，这凳子消毒了吗？这位先生，我这收摊了。饿死鬼投胎也没你这么不要命的，钱我不要。
我一定是太久没休假，出现幻觉了。他不是在吃饭，他是在续命。完了，他开始刮盘子了。你叫什么？萍水相逢，不必知道。明天这里。我不是卖艺的，有这闲钱，不如给自己找个好衣裳。严特助，在，查他。是。还有，把这条街买下来。顾总，这条街产权复杂，有商户还有民居。我只要这个摊位，明天还在这里。真是个怪人，不过他吃饭的样子倒像个饿了一辈子的孩子。人呢？还在查，只知道他一直住在城西女儿家，今天刚搬出来，名下没有房产，社会关系。我问你，他现在在哪儿？一个女人拖着行李箱，大半夜走在街上，你跟我说这些背景资料？顾总，我的意思是，他现在无处可去，我们直接上前恐怕会吓到他，他连您的黑卡都不要。用他，摊主，他信得过他。你去，让他追上去。给他一套说辞，把房子租给他。租什么价位？他口袋里有多少钱，就是什么价位。他身上估计就几百块现金。那就几百，现在去。321.5块5，住最便宜的旅馆也撑不过1星期，必须尽快找到活。大姐，等一下。老板，有事儿。大姐，你那手艺，我摆了30年摊儿，从没见过那么漂亮的炒饭。你这样的手艺，不该拖着行李箱睡大街。所以呢？我有个远房亲戚，正好有间空房，地段不好，一直租不掉。你要是不嫌弃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多少钱？300一个月。300？地下室吗？不是，正经的2室1厅，就是有点特殊情况。你先去看看再说。这就是你说的租不掉的房子？对，就这个。这地段，这装修，少说2000一个月。你跟我说300，老板，你到底图什么？大姐，不瞒你说，这房子不太干净。不太干净。之前租客说半夜总听见厨房有切菜声，还有人闻着香味起来，结果什么都没有，吓跑好几拨人了。房东没办法，所以才这个价。灶台是新的，双灶眼，火孔够大，颠锅的空间也足。我这辈子什么苦没吃过，还怕个做饭的鬼？就这儿了。行，那您先安顿，我这就去给您拿备用钥匙。住下了。3楼的灯亮了。老陈说他差点不信，嫌房子太好了。我就说太大了。他一个人，你给个2居室让他起疑心吗？顾总，这已经是您名下产权清晰、安保过关的最小户型了。那你不会临时去外面租一间？临时租的我不放心，这栋楼的物业是我们自己的人，24小时安保。行了，他怎么信的？老陈临场发挥，说这房子是凶宅，风水不好。什么？他把我的房子说成凶宅？他也是急中生智，一个摊主，您别为难他了。先生，成了，大姐住下了，这是房租300块，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，一张张数了2遍，生怕数错了。一个身家1000亿的人，正为一个女人付的300块零钱房租心疼，这钱不能退，退了就露馅了。冰箱里有什么？按您吩咐，备了基础的米面油和一些蔬菜鸡蛋。不够。您的意思是，明天一早让供货商把最新鲜的食材送过去，放在门口，别留任何标记。什么标准？他是艺术家，你说用什么标准？明白，国宴特供标准。 50岁，有了一个灶台，一间房，够了。从今天起，林秀兰只为自己活。完了，这老头不是一时，是中毒了。叫林秀兰。你早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住那边。昨晚西装革履，1万块买炒饭。今天这身儿是体验生活。昨晚是陪老板应酬，借的衣服撑场面。我就是个退休的糟老头子，吃饭都成问题。
吃饭成问题的人喊价1万，饿极了，脑子一热，其实我兜里连100块都没有，就想骗你一盘饭吃。饿3天是没钱还是有病？胃不好，吃什么都像在嚼蜡，闻着味儿就恶心。就昨晚你那盘炒饭，是我这3年来头一回尝到饭是什么味儿。 3年，昨晚路过那条巷子，头一回觉得饿。你知道3年没正经吃过一口饭是什么感觉吗？就像个活死人。那你该去医院。医院要是有用，我也不至于这样。昨晚那盘饭比什么药都管用。你去哪儿？买菜。我跟你去。跟着我干嘛？我帮你拎东西。你要是再做饭，能不能多我1双筷子？我不白吃，买菜钱我出，力气活我干。就你？我力气大。我老板身家1000亿，穿着 A 货 polo 衫去追一个大姐买菜，我一定是上辈子毁灭了银河系。我哪会做饭啊？以前油瓶倒了都不用我扶一下的，平时都是妈。别提他，什么味儿啊？着火了！婷婷，你妈呢？一早上没见人领，昨晚闹脾气走了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能去哪儿？他那点退烧金都捏我手里，能降几天？在外面溜达一圈，气消了自己就回来。我要姥姥做的饭，我不要爸爸做的毒药。我叫他回来，闹够了也该回来了。你在哪儿呢？闹够了没有？乐乐早饭没人做，哭了一早上了，你赶紧回来！我不回去了，婷婷，我跟你说过了。行了行了，昨晚的事我不跟你计较了，你别赌气了，赶紧回来做饭，乐乐饿着呢。乐乐饿了，你不会自己做吗？我会做饭吗？你当妈的就这么撒手不管了？我每天上班累死累活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一个人在外面能干什么？你有钱养活自己吗？别逞强了，赶紧打车回来，听见没有？你干嘛？你凭什么挂我电话？不该听的别听，3天不吃饭胃会烂，听这种话心会烂。那是我女儿。哼，女儿就能这么跟你说话？把你当保姆使唤？她第一个电话不是问你安不安全，是命令你回去做饭，这叫女儿？既然重新开始，就别回头看。走吧，买菜。 50年了，第一次有人跟我说别回头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吗？他竟然敢挂我电话！老婆，妈什么时候到？反了天了！林秀兰这是要死在外面啊！这一笼88，吃的就是这个价钱。你妈在家里累死累活，也做不出这个档次。妈，您喜欢就多吃点儿。婷婷，这顿快600了，主要是晚上大伯他们从老家来，7、8口人，在外面吃，一桌没个3、5千下不来。你大伯来了，那可不能含糊，得去最好的馆子，你爸在老家才有面子。妈，最好的馆子，要不还是让秀兰妈回来做，她的手艺不比5星饭店差，大伯他们也爱吃，还省钱。我去求他，他昨天刚跟我甩脸子走，我不要面子的。不是求，你给他个台阶下嘛。他一个人在外面能撑几天？你打个电话，说2句软话，他肯定就坡下驴了。建国说的对，你妈那脾气，吃软不吃硬，闹一闹就过去了。你一叫她就回来，哪次不是这样？行，看在你们俩都求我的份上，我给她个面子。这块5花3层，肥瘦正好，拿来做红烧肉，入口即化。没吃过猪肉，也见过猪跑，眼光不错。妈，买菜呢。行了，昨晚的事我不跟你计较了。今晚建国大伯从老家来，7、8个人，你赶紧回来做一桌，菜单我都想好了，红烧肉、糖醋鱼，还有你那个拿手的佛跳墙。我说过了，我不回去了。妈，你别闹了行不行？大伯他们晚上就到，外面吃多贵呀！你回来做一顿饭，多大点事儿。老板娘，这块顶级的黑猪肉你看看，配您的手艺绝了，我付钱。妈，你旁边那老头谁啊？还叫你老板娘？你的钱不是都在我这儿吗？哪来的钱买黑猪肉？我花我自己的钱，轮不到你管。你大伯的饭自己想办法。你女儿，让我回去给他家当免费厨子。那这肉，咱们自己吃。走，再买条鱼。今天我生日，50年来第一次给自己做顿好的。
怎么样，酱老太太肯回来了？搞定了。我妈就是嘴硬心软，一听大伯要来，立马就去买菜了，黑猪肉都买上了，旁边还跟了个帮工替她拎东西，说晚上要做绝活呢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妈的手艺绝对有面子。我就说嘛，她那点退休金都在你手里攥着，还能翻出天去。一个老太太，离了我们，她连西北风都喝不上热的。行了妈，您就放心吧，晚上我让她多做几个菜，你也过来吃。看吧，我就知道她离不开我，还找个男人演戏，不就是想长点假气？今晚乖乖回来做饭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。尝尝看红烧肉。好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3年了，我3年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了。你这吃相是真饿了。医生说是厌食症，吃什么都像在嚼沙子，闻着油烟味就想吐。你是我的药。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你说。我不想再给人当保姆了，伺候了他们半辈子，够了。那你想做什么？我想盘个小饭馆，就摆几张桌子，我一个人掌勺。当年在国宴后厨，什么菜没做过？我不信这手艺养不活自己。这是好事，你这手艺不是开饭馆，是开道场，是降维打击。想归想，本钱不够，我老伴走之前留给我的最后1000块。当年我把所有积蓄都填了婷婷的婚房，就剩这点压箱底的钱，本来不舍得动，但现在不动不行了。1000块想租个铺子，难。市中心不指望，我想去城郊找个偏僻的平房，只要有水有电，支口锅就能开张，菜刀我有，灶台能点火就行。你这手艺开在陋巷都能飘香10里，1000块也能干大事。借你吉言，吃完饭我就出去转转，碰碰运气。不急，你先吃，我去趟洗手间。严特助在。市中心给我找一个临街商铺，带全套厨房设备，灶台、蒸柜、冰柜，全用顶级的。好的。什么价位？月租300。顾总，市中心黄金地段，顶配厨具，月租300，我上哪儿给你变一个？我不管你怎么变，买下来也好，编故事也好，明天日落之前，他必须看到铺子。记住，他只有1000块，月租300，多1分他都嫌烫手。顾总，还有铺子要干净体面，但不能太新，太新他会起疑，找人做旧，弄出点烟火气。您的意思是让我找一个市中心的顶配铺铺，连夜做就成破铺子，然后月租300租出去？你终于听懂了，办不好你也别吃饭了。1000块，老伴儿留的棺材本，这个女人，谁舍得让她去城郊支口破锅？市中心顶级厨具，月租300，做旧，明天之前。掉头，去市中心商业街，去找一个值2万块月租的铺子，然后想办法让它看起来只值300块。严总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只是在做我职业生涯里最难的一笔并购。跟了老板12年，我替他搞定过100亿并购案，摆平过跨国官司。现在，我职业生涯最大的难题是把一个黄金商铺包装成月租300的破烂，租给一个大姐。喂，房产中介吗？市中心临街商铺，所有带后厨的盘源，我全都要看。现在，马上！老伴儿，你留给我的最后1000块，我拿去拼一把。这套刀跟了我30年，该让它重新渐渐造火了。你就是金主，开口5万让我当托儿。不是托，是房东。从现在起，这间铺子在你名下，房产证、合同、手续齐全。你的任务，把铺子以月租300的价格租给一位姓林的阿姨。300？我刚路过中介，隔壁那家小破间月租都1万2。你这铺子里的设备，光那套德国进口的烟灶系统就够我买辆新机车了。你当我看不出来？所以你拿了5万的封口费，钱我收，但事儿我得问清楚，我得知道我帮的是谁，坑的是谁。我老板在追那位阿姨，阿姨是个硬骨头，一辈子没靠过人，全部家当就1000块，还想凭手艺开饭馆。我老板不能直接给钱，那是施舍，会伤他自尊，懂了吗？
总裁追妻火葬场中年纯爱版，你的台词本拿来。没实体剧本，记好人设和关键词就行。人设：一个被家里断了生活费，欠了一屁股卡债，急着套现的叛逆富二代。关键词：这铺子风水不好，邪门。之前3家全倒闭了，现在血亏转租，主打一个随缘。理由不错，我要是演砸了呢？我会在半小时内把你欠的每一笔网贷、信用卡账单，连同你的新地址打包发给你爸妈。够狠，成交。这条街的铺子没一个我租得起的，我那1000块连押金都不够。好饭不怕晚，好铺子也得慢慢找。阿姨找铺子呢？你是？我苏小小，这铺子的房东。看你俩转半天了，租不租？便宜。多少钱？300一个月。姑娘，别拿我们2个老的开涮，这条街的价钱300块连个厕所都租不到。阿姨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铺子邪门，风水不好。我爸买来给我练手，结果呢？开奶茶店倒了，开服装店黄了，上一家租客搞餐饮，装修完2月就跑路了。我现在被家里断了粮，信用卡刷爆，就指望这点租金回旋了。既然这么邪门，你还往外租？空着也是空着，300块好歹能让我1天2顿，外卖换成3顿。你要是敢接，你就是我活菩萨。这设备看着不像旧的。上家留下的，全新的，1天没用就跑了。阿姨，你看这灶，双头猛火，绝对够劲儿。您要是租，这些全白送您用。好灶，火够旺，锅够稳，能颠大勺，能出大菜。300一个月，设备白送，还有一个条件吧？阿姨，你太懂了，租金可以便宜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你开张后，每天得管我1顿晚饭，我不挑食，改口吃行，的就行。合同拿来。丑话说在前面，我这饭馆要是开黄了，你这300块我可不再给了。那我也把丑话说前头。阿姨，你这饭馆要是开黄了，你欠我的饭，我可得拿盆来打包带走。行，很好，月薪10万的特助，成功策划了一场300块的租赁。老板这盘炒饭的售后服务真是越来越贵了。坏了，身份证还在李婷家，没这个营业执照办不下来。那就回去拿。我昨晚才跟他们闹翻，今天就回去，这脸往哪儿搁？拿回自己的东西，天经地义，跟脸没关系。你是物归原主，不是上门求饶。说的轻巧，万一他堵着门，阴阳怪气不让我走呢？那我陪你去，我就杵在门口，当根木头。就你这老胳膊老腿，人家一推就倒。我不用站得住，我脸皮厚就行。他骂我，我当听不见；他推我，我就顺势往地上一躺，不碰瓷儿，就堵门。谁好意思从一个白发老头身上跨过去？你这脸皮是拿盐和矾腌了77、49天吧？比城墙拐角还厚。走吧，一早不宜迟，你的铺子还等着身份证开张呢。建国呀，今晚在哪儿吃？要不去上次那个粤菜馆？大伯就在家吃，我特地让我妈把晚饭备好了。秀兰掌勺，那姑策好。她上次做的那个佛跳梁，我回老家跟人吹了半年，我说我侄媳妇的妈是国宴大厨，都没人信。大伯，这可不是吹，我妈当年在国宴后厨，那是正经站过10年灶的。今晚的菜单我都给她定好了，红烧肉、糖醋鱼、佛跳墙也必须有。国宴大厨亲自下厨，这在外面花1万块都吃不着吧？1万，连个汤底都买不着，还是我们婷婷会管家。他妈在家做饭带孩子，一个人顶10个金牌保姆。那秀兰现在开始准备了。那当然，我出门前就让她去买菜了，顶好的黑猪五花肉都备上了，您就起好吧。好，让他再加个蒜蓉开间虾，上次没吃过瘾。小事一桩，我这就跟他说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还没接，他昨晚可是拖着箱子走的，万一……不可能，她一个50岁的老太太，身上能有几个钱？离了我们，她能去哪儿？你见她哪次真生气超过1天的？估计在菜市场，没听见。我妈在备菜呢，满手是油，腾不开手。您放心，晚上硬菜管够。就是他那人我了解，刀子嘴豆腐心，到点自己就回来。那行，我可就等着秀兰这桌国宴了。妈，大伯他们都在呢，点名要吃你做的蒜蓉大虾，你手脚麻利点。昨天的事就算了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你赶紧回来准备晚饭，7、8个人等着呢，别让我没面子。
怎么不走了？在这住了1年半，每天进进出出，今天站在这儿，突然觉得跟个外人一样。那正好，从今天起，这就真是别人家了。你自己的家，灶台还等着开火呢。你在门口等我，我拿了东西就下来。我陪你到楼下，万一你那女婿在家。他一个外表光鲜、内里发黑的烂心大萝卜，我还怕他不成？不为你，为我怕我等得着急，站门口还能听个响儿。催命符又来了，无非是让我回去做饭那套词。那就别听，污了耳朵。林大姐，可算见着你了。昨晚看你一个人拖着箱子走，我还以为你闺女刚才打电话问我。她问了？问了。我说你不在，她还不信。大姐，你在这1年半，我天天看你一个人买菜、接孩子、收拾屋子，从没歇过。今天总算有朋友陪着了。行了，老李，我上去拿个东西，5分钟就下来。去吧，3楼没人。你闺女一大早带孩子出去了。我走了1天1夜，这个家连根手指头都没人动过。连个鸡蛋都煎不熟。我在这儿待了1年半，跟往砂锅里填炭一样，火烧的再旺，锅底永远是凉的。拿到了。走吧。怎么了？我以前总觉得这个家离了我得塌，今天站在那个厨房里才看明白，我不是顶梁柱，我是垫桌角的那张纸，抽掉了，桌子晃2下，但没人会弯腰。纸有纸的用处，但你不是纸，你是那桌满汉全席，他们只配垫桌角，不配上桌吃。看明白了就别回头了，前面的路才刚开始。身份证拿到了，铺子在等我。林秀兰50岁，重新开张。走快点儿，铺子还等着开张呢。急什么？铺子又跑不了。铺子跑不了，我的胃等不了。你答应今晚试菜的，我现在就开始饿了。早上那盘红烧肉的盘子都快被你刮出火星了。这才几点？你那胃是漏的吧？不是漏，是响了。你没回来，我这胃就跟罢工了一样，看见什么都没反应。你一回来，他就闹着要开工。还没回。大伯他们可都空着肚子等着呢。你妈要真撂了挑子，咱们这脸往哪搁？急什么？他那个人你还不知道，闹脾气从来过不了夜。再说，顶好的黑猪五花肉都买回家了，不给我们做给谁吃？不怕1万就怕万一。你给小区保安老李打个电话，他眼睛尖，看没看到人准知道。喂，李小姐啊！老李，我问你个事儿，我妈林秀兰今天回去了吗？回了，刚上去没多久。就她一个人？不是，大姐还带了个男的，看着挺精神，俩人有说有笑的。大姐说今天要大干一场呢。听见没？人回去了，还说要大干一场。我就说他嘴上硬，身体诚实的很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就说嘛，他还能去哪儿？闹一闹，最后还不是得回来围着锅台转？那感情好，秀兰的佛跳墙我可惦记1年了。大伯您就放心吧，我再催催他，让他把佛跳墙炖得烂糊一点。妈，老李说你到家了，大伯专门从老家赶来的。你手脚麻利，佛跳墙炖浓一点，再加个蒜蓉开边虾。7点准时开饭，别让一大家子人等你，给我丢面子。看吧，每次都这样，闹完了还不是乖乖回去做饭，大干一场。那可不就是在厨房大干一场吗？好，那咱们7点准时上门，可得空着肚子去。不回就不回，反正人已经在厨房了，这辈子他还能离得了灶台不成？大干一场，没错，是要大干一场，不过不是在你家厨房，是在我自己的灶台上。
50岁，看不出来，您这精气神儿比我那30岁的同事都足。废话少说，签合同。行，300块，管我一顿饭，成交。那是后话，帮我搬东西。中午先给你做碗汤。什么汤？排骨莲藕，莲藕去皮敲脆，排骨2遍焯水去沫，小火炖2个钟头，汤色奶白。大姐，你这报菜名比我那烂尾的论文还让人上头。这刀不像市面上卖的。国宴后厨的配刀，切菊花豆腐，连外宾都得站起来鼓掌。这么硬的背景，怎么嫁人生子，守到20年？那现在呢？现在该让他坚持造火了。怎么？我从小没妈，学校食堂的汤总有一股洗洁精味儿。那以后常来，我天天炖。大姐，你当我干妈吧。一碗汤就想认干妈？不是汤，是这味儿。我25年没吃过一顿热乎的。行，认了。少骑那破摩托，摔着了没人给你炖汤。路边捡的，擦擦能用。捡的？这可是上好的红松木，没个几百块下不来。运气好。叫兰亭。兰亭，兰是我的名，亭是这方寸灶台，有兰有亭就是家。好名字。大叔，你这书法练了多少年？小时候描过2笔。2笔？这颜体正楷，没个20年功夫写不出来。这老头到底是干嘛的？别杵着了，干活，把铺子擦干净。今晚我要试菜。大叔，你拖地还是练剑呢？手滑，拖不好就去搬桌子。行了，您歇着吧，别把腰闪了，还得留着力气吃饭呢。铺子有了，灶台有了，帮手也有了，兰亭开火。大伯，待会儿您可得好好尝尝我妈这手艺，外面米其林3星都比不上。我特意让她炖了佛跳墙，就为您来的。那我可真有口福了。就冲秀兰这手艺，我这一下午水都没多喝，就给肚子留着地儿呢。亲家大哥，您是贵客，我们家婷婷孝顺，特地让他妈准备的。说实话，要不是看婷婷的面子，她轻易不动手。那太好了，走上楼，保证让您吃了竖大拇指。大伯，请进。妈，开饭！婷婷，这就是你说的佛跳墙？不可能，他回来了，保安亲口说的。什么味儿啊？这厨房是多久没动过了？这是压根儿没做饭。婷婷，妈她好像真没回来。不可能！老李说他回来了，还带了个男的，说要大干一场。大干一场？干什么了？活干啥都给我飞了！他回来过，但不是回来做饭，是回来拿东西，彻底走人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关机了。他关机了！关机？一个50岁的老婆子，她能跑哪儿去？建国，大伯，你打电话让我从100多里外的老家赶过来。我坐了4个钟头的车，空着肚子来的。大伯，这里面有误会。误会？冷锅冷灶是误会，这馊味是误会。你们家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买了黑猪肉吗？你不是说人到家了吗？我的老脸今天全让你给丢尽了。保安说的，他亲口说的。走了，建国，连自己亲妈都留不住的家，还请什么客？大伯，您等等，我马上叫外卖。附近新开了家粤菜馆。不用了，没这个胃口。你听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妈到底为什么走？你是不是又做什么好事了？我要吃饭，我要姥姥呢。她真的走了，这次是真的不要我了。肚子疼，我要姥姥，我要姥姥
婷婷，医生说了，急性肠胃炎，不能再吃外卖了。不吃外卖吃什么？你会做饭吗？我会做饭吗？那你把妈叫回来呀！孩子都病成这样了。我打了100多个电话，他关机，微信不回，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你说你也是，至于把妈逼成这样吗？3万块的事儿你就不能？你现在怪我，当初扣他生活费你怎么不拦着？他奶奶来了你怎么不说话？王建国，你少装好人！我不要吃这个，难吃！我要老了。1个礼拜了，他真就不回来了。家人们，今天是我干妈的小饭馆开业第7天，你们不知道我干妈什么来头？国宴后厨占了10年灶的大厨，退休20年重出江湖。今天所有菜品半价，来晚了没位子。别瞎嚷嚷，客人还没来呢。干妈你就负责炒菜，宣传的事儿交给我。家人们看见没？这是我干妈的忠实粉丝，60岁的老大爷自愿来当免费服务员，就为了蹭一口饭。不是蹭饭，我是来工作的。你1分钱工资都没有，不叫蹭叫什么？管饭就行，别的不要。少贫嘴，把筷子摆上。11点了，该来人了。就这儿，网上说的国宴大厨。坐坐坐，菜单在墙上，随便点。来个红烧肉、糖醋鱼，再来蒜蓉虾。干妈，红烧肉、糖醋鱼、蒜蓉虾。大爷，你是老板？不是，我就是个打杂的，老板在后厨白干活。你吃过他做的菜，就懂了。老板，这真是你一个人炒的？就我一口锅一双手，还能有谁？老张，快进来，这店是真的。家人们看见没？刚开门半小时，坐满了。我干妈这手艺，20年没碰灶台，一出手就是降维打击。这老头端盘子比谁都积极，要么是疯了，哼，要么是馋死了。疼。妈，乐乐肠胃炎，外卖吃坏了，你过来帮几天忙，家里实在没人做饭。我是去帮忙的，不是去当保姆的。没让你当保姆，就做个饭。你叫他来，他在家什么时候进过厨房？你做，煎个鸡蛋能把厨房点着的人，有资格说我？我妈，算了，你爱折腾就折腾吧。难吃，我要老了。你嫌我做的不好，我大老远跑来你还挑？妈，这菜没熟，米饭夹生，孩子怎么吃？你嫌弃就自己做。当初林秀兰在的时候，你不是挺会指下人的吗？我每个月房贷2万，哪有时间做饭？房贷2万，那你给我买5万块镯子时，怎么不嫌贵？你连请个保姆的钱都没有，全花在面子上了。镯子不是你要的吗？我要你就给，你有那能力吗？林秀兰被你气走，你连个家都撑不起来，现在找我来擦屁股。你收镯子的时候可没说真话，我那是看在建国面子上。你看看这屋里垃圾堆一样，你有什么用？妈，少说2句。你让他说，王建国，你妈这样说你哑巴了。我不伺候了，建国，这败家的，你早晚得休。流水2000，干妈，明天备菜量得加2成。别洗了，回去吧。碗还没干，你呢？吃了没？忙了一天，顾不上。你给所有人做饭，自己不吃。锅还没收拾。过来，你坐着。大叔，你越擦越脏，还是我来吧。干嘛？你们俩吃饭。你天天来，不要工资，就为了蹭饭，家里没人管你。没家，老伴走了10年，没孩子，一个人住，吃饭怎么办？不吃，吃什么都想叫沙子。遇见你之前，我以为这辈子就这么饿着过完了。喝了，养胃的。好喝。以后晚上打烊了别走，我给你留一顿。你这把年纪，大半夜一个人我不放心。你说真的？多双筷子的事儿，你帮我干了1周活，管饭是应该的。50岁开了铺子，养活了自己，还多养了一个60岁的老饭桶，日子没那么难。
婷婷，过来！干嘛？你看这个。这是我妈。点名兰亭，市中心商业街那地段月租2万起步。2万？他哪来的钱？你爸当年在酒店干了20年采购，经手的账目流水，你自己想想，他能没留私房钱？不可能，我爸走的时候家里就剩那点钱。哼，那是他说的。他要是没钱，怎么租得起铺子？怎么买得起黑猪肉？你爸临走前单独把存折给他，不交给你，为什么？你是说，那是笔巨款？少说100万。这老太太装穷装了半辈子，在咱家洗衣做饭当保姆，原来是在藏钱。现在翅膀硬了，拿着钱出去开饭馆，连亲闺女都不认了。100万？你那3万块养老钱算什么？人家兜里揣着100万，拿3万块打发你，你还当宝贝？他敢藏私房钱，我爸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所以得去问清楚，那个存折必须拿回来。走，现在就去。别急，你硬要他肯定不给，先服软，把人哄回来，存折慢慢套。凭什么跟他服软？凭那100万。哼，100万，林秀兰，你装穷骗我这么多年，这笔账咱们得算算。100万，只要到手，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全解决了。姥姥，我饿。那怎么办？我直接去要。你去要他给你。你上次要3万块，他还念叨了半天。100万，他能乖乖交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你硬来，他不吃这套。你得打感情牌。什么感情牌？你妈最大的软肋是什么？是乐乐。乐乐。你妈在咱家累死累活图什么？还不是图这个外孙？你打100个电话他不接，乐乐喊一声姥姥，他就心软，你信不信？你什么意思？让乐乐去。乐乐，妈妈问你，你想不想姥姥？想，姥姥做的饭好吃，外卖难吃。姥姥也想你，但是姥姥生气了，不肯回来。你知道姥姥为什么生气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上次姥姥过生日，蛋糕掉地上了，姥姥很伤心。你要是给姥姥画一个生日蛋糕，姥姥看了一定会高兴，就愿意回来了。乐乐，画漂亮点，画完了爸爸带你去找姥姥，你把画给姥姥，跟姥姥说，来姥，对不起，上次蛋糕是我弄坏的，你回家吧，我想吃你做的饭。说完这个，姥姥就回来了。对，姥姥最听你的话。那我说完了，你给我买变形金刚。什么？限量版的，正好有一个我也要。行，只要你把姥姥哄回来，爸爸给你买。沙哥。啊，乐乐一出马，他肯定心软。只要人回来了，存折的事慢慢磨。100万，1分都别想藏。你妈看见这个，铁石心肠也得花。她回来了，先别提钱，让她住2天，等她放松了，你再把存折的事摊开。她要是不交呢？哼，她不交，乐乐天天缠着她，你天天哭，我天天跪。实在不行，咱直接把她的帆布包翻了，那个存折肯定在包里。走，去他那个破饭馆。一幅画换100万，这笔买卖值。你看看，市中心临街铺子排队排到马路上，这得多少钱？砸进去的。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没有100万，他能干出这阵仗。你爸那笔钱全在这儿了。走，别急，让乐乐先上。乐乐，记住爸爸教你的话了吗？记住了。说完了，你给我买变形金刚。对，去吧，找姥姥。干嘛？外面有个小孩，往后出钻！姥姥，乐乐，你怎么来了？姥姥，这是我画的生日蛋糕。上次蛋糕是我弄坏的，对不起，你回家好不好？我想吃你做的饭。
乐乐自己来的。妈，你来干什么？妈，乐乐天天喊姥姥，吃外卖吃出肠胃炎了，家里没人做饭，他瘦了一圈。我知道上次是我不对，蛋糕的事，生活费的事，我不该那么说你。妈，你回去吧，乐乐不能没有你。姥姥回家吧，家里的饭不好吃，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啊。这孩子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从3个月大抱到现在，每一口饭都是我喂的。妈，我错了，你跟我回去行不行？妈妈，我把画给姥姥了，你快给我买，限量版变形金刚。爸爸说了，只要骗姥姥，把老爷的100万存折拿出来，咱们家就有钱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没胡说，爸爸还跟我拉钩了。正好有一个我也要，说话不算数，大骗子！好一副母慈子孝的算计啊！将5岁的孩子来亲姥姥这诈贱，你们俩凑不出一个完整的人格是吧？你算老几？这我家的事儿，拿亲儿子当诱饵，套你妈的钱，我都替你祖宗感到羞愧。小小，跪下。什么100万的存折？妈，乐乐童言无忌，你别听他。我问你，谁告诉你我有100万？是不是觉得我开得起这店，肯定是藏了你爸的私房钱？你爸的存折里面1046块8毛，他走前最后那1000块是卖了2手自行车换来留给我应急的，要看吗？拿去！上面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。你爸住院37万，你婚房首付20万，你生乐乐怒产住院4万8，你们俩扒着他吸干了最后一滴血，现在来算计我的棺材本儿。这怎么可能才1000？失望了，没见到100万，连装孝顺都觉得亏得慌吧？王建国，这空手套白狼的主意又是你这军师出的吧？妈，误会，真没有。为了骗钱，教5岁亲儿子撒谎，王建国，你不仅是个伪君子，你还是个蠢货。乐乐，记住，以后想要什么凭自己本事挣，别学你爸妈，连骨头都是软的。话我收了，因为孩子落笔时干干净净，脏的是你们。妈，你真要这么绝？上个月你拿走我3万养老钱去买金镯子，今天拿我外孙来设局。丽婷，50岁前我是个没名字的老妈子，从今天起我是林老板。拿着那1000块存折滚出去，别脏了我的灶台。姥姥，我的变形金刚。最后一点念想也切干净了，从此以后只认刀不认人。我的变形金刚，爸爸你骗人！回家再说。就是你就是那天视频里在店里端盘子的老头。我说我妈怎么死活不回家，原来是被你勾走了。你谁？我是他女儿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一个60岁的糟老头子，天天围着我妈转，安的什么心？婷婷别激动。大爷，我问您一句，您跟我丈母娘到底什么关系？朋友。朋友天天来帮他端盘子洗碗，不要钱，你当我瞎？我就是个退休老头，吃不下饭，你妈做的菜合我胃口，我帮她干点活，她管我一顿饭，2清。2清？你一个穷老头子赖着我妈蹭吃蹭喝，你好意思？妈，你出来，你看看你找的什么人？我爸走了才几年，你就跟一个野男人搅在一起，你对得起我爸吗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你搞黄昏恋，我爸才
几年，你就找了个穷老头子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丽婷，你嘴巴放干净点儿。我嘴巴脏，你做的事儿不脏。一个50岁的老太太不在家带孩子，跑出来开什么饭馆，还找了个男的，天天跟着，街坊邻居怎么看，亲戚朋友怎么说？你认我的脸，我哪儿蹲？妈，不是我多嘴，这位大爷，我们不了解人品，万一是抄着您的钱来的呢？不得不防，专门骗独居老人的多了去了。您开着饭馆有点收入，他就贴上来了，您可得留个心眼儿。这个女婿比他老婆还会演。妈，你看看他穿的什么地摊货，一看就是没钱的。这种人贴着你图什么？图你的铺子，图你的存折。你够了没有？先拿孩子骗你妈的钱，骗不到就来骂人。你是来认妈的，还是来闹事的？你一个染粉头发的野丫头，轮得到你管我家的事？我干妈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不要脸可以，别在我干妈店门口撒泼。潇潇，进去。丽婷，你刚才拿你儿子骗我的存折，没骗到，现在又来扣帽子，说我搞黄昏恋，对不起你爸。你爸活着的时候，你多久回来看过一次？你爸住院37万，谁掏的？你爸走的那天晚上，谁守在病床前？是你吗？顾大哥是我的朋友，他帮我干活，我管他吃饭，堂堂正正。我50岁了，我交什么朋友不用你批准，你管不了我的灶台，也管不了我的人生。进来吧，菜该下锅了。你妈的存折里1000块，我的存折里多少？你猜不着。走吧，今天要不回来了。这老头不对劲儿。你想多了，一个端盘子的老头能有什么背景？不对，他的存折。骂我穷老头，我不计较；指着秀兰鼻子骂野男人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查到了，顾总。王建国确实是我们的人。我的人是。鼎盛餐饮的区域采购专员，专管城南片区，手脚不干净。去年光回扣就吃了15万，账做得一塌糊涂，随时能办他。开除他，证据确凿，可以直接移交法务部。太便宜他了。那您的意思是给他升职？升职？鼎盛餐饮采购经理，全市400家餐厅的食材供应链都交给他。顾总，那个位置年流水3000万，王建国他就是个吃回扣的小专员，您把这么大的盘子给他还不够，通知下去，把兰亭也划进他的采购范围，让他名正言顺的去管他丈母娘的店。您这是要？我要让他觉得自己一步登天成了人物，我要让他觉得秀兰那个小饭馆的生死就捏在他手心里。然后呢？人只有在最高的地方摔下才会粉身碎骨。他敢教唆孩子骗秀兰，敢指着他的鼻子骂这种虚荣又贪婪的人，你给他一架梯子，他自己就会忘了自己是谁。明白了，我立刻安排人事下调令。可理由呢？破格提拔他不会起疑吗？让鼎盛的王总请他吃饭，就说董事长慧眼识珠，看中了他卓越的能力，你给他戴顶高帽，他自己会把理由想得天花乱坠。那兰亭那边，记住，秀兰那边一个字都不能漏，他店里的食材你亲自走另一条线，确保万无一失。王建国那条所谓的供应链，只是通往他自己坟墓的路。明白了，顾总，我跟了您12年，这是我第一次见您这么给人升官的。不是升官，是递绳子。王建国，恭喜你，你这辈子最大的一笔升职令是咱们首富亲手签发的死刑判决书。骂我穷，我不在乎，但你敢拿孩子当刀伤他的心，王建国，我给你登天的梯也备好了断头台。天天伺候，这个小祖宗，我这身金镯子都快磨掉色了。丽婷，你什么时候请保姆？请保姆不要钱啊！王建国那点死工资，还完房贷就没了。那就让你妈回来，她不是开饭馆吗？赚了钱就该给外孙花。
他现在是兰亭的大老板，你觉得他会回来给你当老妈子？婷婷，婷婷，发了，我们家发了，发了！你疯了，大吼大叫的！我升职了，鼎盛餐饮采购经理，年薪100万。年薪100万，我儿子出息了！我就知道我儿子是人中龙凤。采购经理怎么会是你？总部王总亲自请我吃饭，说我能力卓越，是被埋没的金子，说整个公司就看好我一个。听见没？我儿子是金子。李婷，你那个1个月几千块的破班，还上个什么劲儿？不上班？你现在是总监夫人，总监夫人还用得着去看老板脸色？辞了，马上辞了！那家小胡，让我那些同事看看你嫁了什么男人。对，辞了，我养你，以后你就是全职太太。喂，张总监吗？我李婷，通知你一下，我辞职。对，现在立刻马上！你那个破公司配不上我现在的身份。做得好，这才像我赵翠花的儿媳妇。婷婷，以后咱们换大包子，换豪车。你妈那个破饭馆，以后进什么货都得看我脸色。总监夫人，我终于熬出头了。林秀涵，你个老东西，现在你那个破店的进货渠道全捏在我手里，我看你还怎么跟我横。年薪100万，妈，你等着，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你当初的选择错的有多离谱。林秀兰，看看这是什么？收起干净，别碰我的案板。妈，我老公现在是鼎盛餐饮的采购部经理，你这小店以后用什么料，得他签字才行。按公司最新规定，所有合作商户必须先缴100万的采购保证金，没钱就断供。100万，你们是来吃饭还是来抢劫？妈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这是规定，拿不出来也行。你求求我，或者我让建国给你专供点别人不要的边角料，让你这兰亭变烂亭。什么狗屁规定？100万保证金，你们鼎盛是金子做的还是钻石做的？我看就是想敲诈。小丫头片子，这叫商业规矩。林秀兰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这钱你交还是不交？今天不交，明天全城的供应商没人敢再卖你一根葱。我的店不劳你费心，送客。王总吗？这洗碗的在干嘛？演戏呢？还王总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大爷，想吓唬我？我见的世面比你吃过的盐都多。董事长，你有什么吩咐？董事长，他喊你董事长，哎呦，笑死我了！建国，咱们公司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个董事长？给你10分钟到兰亭饭馆，你新提拔的采购经理打着鼎盛的旗号，在这收100万保证金。什么？我马上到。演的真像。行，我今天就等10分钟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叫来哪个王总。王建国，王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您看，我正按您的指示给公司创造营收呢。我让你创造营收，是让你来敲诈勒索的吗？谁给你的胆子？敢败坏公司的名声！你凭什么打人？我还要报警抓他！现在立刻给林老板鞠躬道歉！王总，我不知道，听不懂人话吗？赶紧，不然我现在就让法务部送你进去吃牢饭！妈，林老板，对不起，我们错了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滚！带着你的合同立刻从我这消失！林老板，误会，天大的误会！不必了。碗洗好了，秀兰，下一道菜做什么？这个老顾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不要吃它！我要姥姥，我要吃姥姥
是什么？垃圾场吗？我堂堂一个采购经理，下班回来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你还好意思说？当初是谁让我辞职在家享福的？这就是我享的福。洗不完的衣服，喂不完的孩子，我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。那你忙了一天就弄出这个，这是给人吃的。自从你妈走了，乐乐瘦了多少？你没看见？你行，你来啊！不行就把你妈叫来，让她走得精算。我妈是来享总监夫人福的，不是来给你当保姆的。我要姥姥，我要吃姥姥做的饭。林秀兰在的时候，家里一尘不染，饭菜永远是热的。现在全完了。王经理，公司赞助的蒙面厨神大赛 VIP 评委票，王总的，他说没空，让您代劳。VIP 评委，什么级别的？最高级别，坐第一排，8位顶级大厨现场做菜，厨神蒙面，评委盲吃，吃完直接投票决定名次。听说今年冠军奖金50万，报名的都是高手，那菜色。VIP 评委，这个有面子，带婷婷去，让她也见见世面，省得天天在家跟我吵。什么？蒙面厨神大赛的邀请函，鼎盛餐饮赞助的，全市最大规模。我一个开饭馆的，凑什么热闹？评委盲吃，厨师不露面，不看名气，不讲人情，只凭一道菜定输赢。对一个厨子来说，还有比这更干净的擂台吗？我的刀20年没上过那种台子了，所以他才不甘心只在这里切萝卜白菜。干嘛？什么比赛？奖金多少？冠军50万。50万？干嘛？必须去！用你的手艺把他们全都碾压。小小，秀兰，你敢不敢让所有人在不知道你是谁的情况下尝尝你的手艺？国宴的菊花豆腐，外宾的掌声，那个林秀兰还在不在？报名！太帅了，干妈！需要什么食材？我让严特助去准备。不用，上战场，兵器和粮草都得自己挑。秀兰，你不知道，你女儿的手里也握着一张评委票。这场比赛是老天爷亲自给你递上的战书。蒙面厨神大赛 VIP 评委，免费吃8道顶级大厨的菜，还能投票。VIP 评委？你的意思是我坐台上，那些大厨做菜给我吃？不行，我得买条新裙子，最贵的那种。我要发朋友圈，让张总监看看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。 20年了，这一次不为任何人，只为这把刀，还配不配握在我手里？各位评委，接下来是最后一道压轴菜品，由我们的8号神秘厨师带来黄金蛋炒饭。 什么东西？蛋炒饭？这种比赛上蛋炒饭，打发叫花子呢？就是太不上档次了。婷婷，你别吃了，免得拉低了你的品味。来都来了，尝一口。下面有请我们的蒙面厨神，不然别人说我不专业，我倒要看看一碗破抄饭能做出什么花来。怎么了，婷婷？是不是太难吃了？ 你疯了！哭什么？这么多人看着呢！一道破炒饭而已，你至于吗？你懂什么？这个味道！我小时候发高烧，烧到快死了，什么都吃不下。我妈，她守了我一整夜，就为了给我做一碗这样的饭。她说。 每一粒米都要裹上蛋液，那才叫疼爱。你不是说他做的饭是猪食吗？闭嘴！厨师呢？做这碗饭的厨师是谁？这位评委，按照规定，要等所有评分结束才能公布。我不管什么规定，
这里面有10万，让他出来，我要拜他为师，我要学这道充满母爱的炒饭。我去，他对着我干妈的饭哭着喊妈，这世界也太魔幻了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既然我们的 VIP 评委如此激动，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8号厨师。到底是谁能做出和我妈当年一模一样味道的炒饭？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冠军诞生了，让我们恭喜8号厨师摘得本届厨神大赛的桂冠，奖金50万。刚才我们有一位 VIP 评委被这碗炒饭感动到当场落泪，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这位评委李婷女士上台分享她的感受。谢谢主持人，这碗饭它不仅仅是一碗饭，它里面有家的味道，有妈妈的味道。它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。小时候我不懂事，总觉得她唠叨，觉得她做的饭菜很土。直到今天，我吃到这碗饭，我才明白，那每一粒女上包裹的最深沉，都是最质朴的母爱。我今天站在这里，我想对我的妈妈说一声，妈妈，对不起。也想告诉所有人，多回家看看，别像我一样，等到在别人的饭里才尝出妈妈的味道。奥斯卡都欠他一座小金翼，他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？别急，演员入戏越深，谢幕的时候才越精彩。太感人了！一段母爱的宣言，让我们的比赛升华了。现在，就我们怀着这份感动，用最热烈的掌声，请出我们神秘的冠军厨师。你不是说这道菜里充满了母爱吗？既然这么爱你的母亲，为什么连她亲手做的饭都要靠蒙着眼睛才能认出来？妈，你别说了，你别说了！我不丢人，丢人的是你。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字，台下几百个人都听见了。李婷，你台上演的再好，这碗蛋炒饭不会替你撒谎。比赛暂停！我是鼎盛餐饮采购部经理王建国。这场比赛的赞助方，我代表鼎盛集团宣布8号选手的比赛成绩作废。王经理，比赛还在进行。你闭嘴！我是赞助方，没有鼎盛的钱，你连这个台都搭不起来。大家看看这个女人的蛋炒饭，为什么能让人吃一口就哭？为什么评委全给满分？因为她在饭里加了非法的化学香精，这是违禁添加剂，吃了刺激味觉，让人上瘾。什么？加了香精？正常。不光如此，我有证据证明，这个女人赛前私下接触评委，收买打分。这场比赛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骗局！骗子！我刚才查了是吃的，要不要去医院洗胃？报警！必须报警！你血口喷人！血口喷人？那你敢不敢让人当场检测你的调料？你那碗饭能让人吃哭，你自己信吗？检测！看出来就杀人！这就是你不交出100万存招的下场。你以为你赢了比赛就翻身了？我一句话就能让你身败名裂。这个舞台是鼎盛的，话筒是鼎盛，你的命也是鼎盛。我就是鼎盛在这里说了算的人。各位，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，在座吃过试吃品的观众，请保留证据。鼎盛集团会为大家的健康负责到底。放开我！他在造谣！我干妈的饭干干净净！你退后！现场已报警了。严特传厨神大赛现场，带法务部，带鼎盛的公章，5分钟。王建国，你用我公司的名义造谣，在我面前梯子到顶了，该收了。大家别怕，鼎盛集团一定为大家负责。我现在就报警，把这个用化学毒药害人的骗子抓起来。
严特助，您怎么来了？各位来宾，肃静。现在，我向各位隆重介绍鼎盛集团创始人、董事长顾廷先生。董事长，王建国，你说这是化学香精？这是荷兰皇家手工酿造厂的酱油，你吃的回扣买不起一瓶。这是王建国入职鼎盛3年来的所有贪污受贿记录，包括他利用职权吃掉的每一笔回扣，总计173万元，证据确凿。你用鼎盛的名义污蔑我的人，命令下达，开除、报警、查封他和他所有家人的全部资产。是。王建国，你涉嫌职务侵占和商业诽谤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说了，你女儿那笔账我记下了，伤我的人就要付出代价。王建国贪污公款173万，必须全额退赔。这套房子以及你们名下所有财产，都将依法查封拍卖。你们不能这样！这是我的家。李婷女士，请你配合，妨碍公务，我们可以依法拘留你。我的天爷呀，没法活了！我儿媳妇不是总监夫人吗？怎么家都被人抄了？闭嘴！还不是因为你那个好儿子！我儿子怎么了？我儿子要不是为了你，能去赚那点钱吗？都是你这个丧门星，天天要买包，要换车，把我们家都给败光了。东西收拾好了吗？10分钟之内必须离开这里。离开？我能去哪？这是你们自己的事。这是人住的地方，猪圈都比这强。妈妈，这里好臭，我要回家，我要我的房间。没有家了，这就是家。进来。我不要，我要姥姥，我要姥姥跟我说说。1个月多少钱？800。800住这个鬼地方！我以前花800买条丝巾。妈，你手上那个金镯子，能不能先当了？我们得吃饭。你做梦！这是我儿孝敬我的，谁都不许动。那个镯子是拿我妈3万块养老费买的。您还捂着？你说什么？我说那5万块镯子里有3万是我妈的钱，现在我们连饭都快吃不起了，你还在这装贵妇！李婷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我跟着你们没享过一天福。现在我儿子不知道会怎么样，你还想抢我的镯子？我饿，我要吃饭，我要姥姥。秀兰，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我不该瞒着你，我确实是鼎盛集团的董事长。哎呀，我的顾大爷，您可算承认了！您再不承认，我都要替您急死了。秀兰，你别生气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。我就是厌食症，什么都吃不下，只有你做的饭能救我的命。我要是早说了我是谁，你肯定把我当菩萨供着，哪里还会真心给我炒菜？你要是真生气，就拿锅铲打我一顿。只要你别赶我走。我怕以后再也吃不到你做的饭了。干妈，您听听，教科书级别的绿茶发言，他不是怕吃不到饭，他是怕见不到您这个人。
他为了追您，买下整个菜市场，让副总裁给他跑腿，这诚意比那1000亿身家值钱多了。我只问你一句话：那个为了蹭一口饭，能跟流浪狗抢地盘的退休老头，是真的吗？真的，饿得两眼发昏，是真的。看见你做的饭，像看见救命稻草，也是真的。秀兰，钱是假的，身份是假的，但想留在你身边的这颗心是真的。不行了，我牙要酸倒了，我先撤了，你们俩慢慢聊。顾大爷，我可把猪公打满了，剩下的靠您自己了。秀兰，你还生我的气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明天的桌子还没擦。哎，好，我马上擦，保证擦的比地还干净。我不要吃饼干，我要吃肉，我要姥姥做的红烧肉。闭嘴！再哭就把你扔出去！你就是坏妈妈！我要姥姥，我要姥姥。李婷，哭！一回来就听见她哭，你不会哄哄她吗？我怎么没哄？你儿子只让林秀兰！你有本事，你去给我妈跪下，把她请回来啊！请回来？你当初是怎么把她赶出去的？现在知道她好了，晚了！王建国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被保释出来，就是为了回家跟我吵架的！要不是你蠢，去得罪那个老头子，我们会变成这样吗？我蠢！当初是谁指着人家鼻子骂穷鬼的？是谁说我生了经理？你妈的店就捏在我手里的。李婷，是你作死！你贪污170万的时候，怎么不是我作死？你拿着钱给我买包的时候，怎么不是我作死啊？现在家被抄了，你把责任全推我身上。那笔钱本来能让我们过好日子，是你非要去你妈那儿闹，非要去出身大菜上丢人现眼，你把我们最后的退路都给堵死了。我要姥姥，我要回家。你听听，连孩子都知道谁对他好。你在家这几天给他做过一顿热饭吗？家里跟猪圈一样，你除了会照镜子，还会干什么？我不会做饭，我生来就不是伺候人的命。以前有我妈，后来我以为能指望你，结果呢？你再说一遍。来呀，有本事就来！是你毁了我一辈子，我还以为自己是总监夫人，结果就变成这样。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？为了钱叫嚣自己儿子，去骗亲姥姥，你比我脏多了。李婷，我告诉你，我完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王建国，我们走着瞧。我儿子怎么中这种猪圈？王建国，你看看你现在这副鬼样子！妈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再不来，我儿子都要被那个丧门星给克死了！人呢？那个败家娘们李婷呢？出去买饭了。买饭？她还会买饭？她只会败家！我早就说了，这个女人娶不得。你看现在怎么样？你工作没了，全都是因为她。你骂我妈妈？我骂她都是轻的，要不是她，你能没肉吃？建国，你听妈一句劝，跟她离，马上离。这种女人就是个无底洞，你再不脱身，下半辈子就毁了。妈，你别说了。我怎么不能说？你还护着她？你看看乐乐，跟着她都瘦成什么样了？乐乐，你跟奶奶说，你想不想换个妈妈？想，我讨厌妈妈，她对姥姥太坏了，她不给我做饭，我要换个妈妈。好离，我同意，现在就离。对，马上离！你现在一无所有了，她肯定马上就跑了，你还不如先甩了她，找个会东山再起，还能把我有新妈妈了。
得罪我儿子都不要我了。我为了你们，我才是那个被扔掉的垃圾。那好，离了我们家才能转运。明天就去民政局。家人们，看见没？兰亭今天的营业额又破纪录了。想吃我干妈做的菜，现在预约都排到明年了。看见没？深陷爱情，我们身价1000亿的顾董事长心甘情愿给我干妈当擦汗小助理。这碗狗粮，我先干为敬了。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亲手把我唯一的妈推开，我亲手毁了我的家。王建国不要我了，连乐乐都不要我了。报应，这全都是我的报应。哼，签了。什么？离婚协议，房子没了，车没了，签了，存款全赔了。你跟着我也没好日子过，咱俩迟早散了。王建国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为了你辞了工作，为了你跟我妈翻脸，现在你一句散了就散了。你为了我，你为了你自己，你贪的是总监夫人那4个字。现在总监进去了，夫人也别当了。建国说的对，李婷，你趁早走，我们王家庙小，供不起你这尊大佛。赵翠花，你少在这里煽风点火！你儿子贪污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让他走？我儿子是被你带坏的！你不走，我们一家3口怎么重新开始？一家3口，乐乐是我生的。你生的又怎样？你看看孩子跟着你这几天瘦成什么样了？你连一顿热饭都做不出来。乐乐，跟妈妈走，妈妈以后对你好，妈妈学做饭给你吃。我不要你，乐乐，妈妈求你了！你连自己的妈妈都不爱，你也不会爱我的。你说什么？姥姥对我最好，你把姥姥赶走了，你抢姥姥的钱，你是坏人，我不要跟坏人走。听见了吧？连孩子都看得清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？签不签？不签我替你签。净身出户，你从哪儿来，回哪儿去。乐乐，妈妈对不起你。走了好，扫把星终于走了。妈，你当年被我赶出家。老板，行行好，能给我1碗饭吗？白饭就行。跟家里吵架了？哎，坐吧，这么冷的天，吃口热乎的。吃吧，丫头，算我请你的。婷婷，吃饭了。怎么了？不合户口？你这哭着吃饭的样子，让我想起个人。大半年前，也是这么个冷天，有个大姐，比你妈年纪还大点儿，也是半夜到我这儿，被她亲闺女赶出来的。那大姐看着不像普通人，有股劲儿。她没要饭，是问我能不能用我的锅，她自己炒一盘。她炒的也是这么一碗蛋炒饭。吃完后，她把灶台擦得干干净净，跟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她说：“50岁，我只为自己活。”说完就走了，那腰杆挺得笔直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哎，你这丫头怎么了？是我妈！我被赶出来才知道冷，我吃了别人的饭才知道饿。妈，我错了。报应，这都是我的报应。我终于知道你那天晚上有多冷，有多绝望。
丫头，地上凉，起来吧。人这辈子，谁还没走错路呢？大叔，你能教我炒饭吗？教你？你一个娇滴滴的姑娘家，学这个干什么？这活又脏又累，整天油烟熏着。我妈能干，我也能干。你妈是你妈，你是你。我以前不是我，以后我想活得像个人。我不要您白教，我给您打下手，洗碗切菜什么都行，我只要一个能靠自己吃饭的本事。行，明晚10点带上你自己的人来就行。谢谢您。手腕要用力，锅要热，米饭要打散。你这炒的是饭还是浆糊？对不起，我再来一次。不疼？疼？疼怎么不叫？我妈被我赶出去的那个晚上，心比这疼多了，她都没叫。妈，我不求你原谅，我只求用这一身油烟把过去那个虚荣的自己洗干净。老板娘，一份蛋炒饭，多加葱。好嘞。多少钱？10块。微信收款10元。妈，你用一碗饭赢回了你的人生，我也想用一碗饭赎回我做人的资格。今天店里忙了一天，出来走走，消消食。你又没吃几口？我吃了3碗，2碗半，最后那半碗你偷偷喂狗了，当我没看见。那条狗看我的眼神太可怜了。这炒饭绝了，有兰亭那个味儿。10块钱一份，比兰亭便宜多了。老板娘手艺真不赖。怎么了？他们说有兰亭的味道。巧了，去看看。要不要坐下吃一碗？秀兰，还吃吗？不吃了，这锅里的火候他自己已经掌握了。老顾，咱们回家。您好，蛋炒饭10块。